前面这个就是梵高的自画像，人太多了，都进不去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米勒非常著名的《十岁者》。哇，这种镜头一定要用长焦来拍。浦东陆家嘴这个天桥，大家应该都已经非常的熟悉了。现在正好是周五6点多，正好赶上晚高峰下班的时间，可以看到天桥上非常多的人。那么右手边呢，就是东方明珠了。今天天气还是挺不错的。在我后边就是三件套，前面这个 LED 屏的是正大广场。那么今天我们要去的目的地就是在前面浦东美术馆。沿着这条路呢往前走，就可以到浦东美术馆了。走在这个区域，看到两边的这个宣传广告海报，就能感受到这种浓浓的艺术气息。这里就是浦东美术馆，这个旁边就是正大广场，还有香格里拉。从这条路穿过来也可以到浦东美术馆，因为它跟东方明珠是挨着的，包括旁边有一个外滩的一个游览隧道、观光隧道。那么今天为什么我们要来这个浦东美术馆呢？其实不是单单来拍这个美术馆这么简单。但美术馆这个浦东美术馆大家应该都非常清楚，就是我们从外滩看夜景的时候，往陆家嘴这边看，可以看到一个透明的一个大屏幕的这种玻璃，然后呢有人在上面走，那个就是浦东美术馆。那么今天我们来这儿呢，其实看一个可以说是今年全中国应该是最重磅的一个超级的展览，就是浦东美术馆和法国的奥赛博物馆一个合作。因为我也不是学艺术的，是一个工科男，但是呢，还是可以给大家稍微讲一讲这个奥赛博物馆。奥赛博物馆是位于法国巴黎的一个近代的国家艺术博物馆，它应该是在塞纳河的左岸，和这个卢浮宫是斜对着的。它主要收藏的可以追溯至1848年到1914年间的法国绘画、雕塑、家具和一些摄影作品。那么这次浦东美术馆和奥赛这个合作，我可以看到里面排着非常长的队伍。这边是应该是在买商品。说了一半啊，继续再跟大家稍微的聊几句，然后我们就进去了。这次的展呢，基本上都是一些真迹，包括有梵高的卧室与自画像，还有非常有名的就是米勒的那个《十岁者》，还有莫奈的《干草堆》，以及这个德加的《芭蕾与赛马》，非常非常多的，就是很难得见到的一些真迹，应该据说是时隔21年重来上海。很多人去法国，结果这些真迹都已经跑到了中国，看不到了。好了，跟大家说废话这么多，那我们现在就进去检票，然后看一看这个浦东美术馆里面的真迹展览。不知道里面会不会很吵很乱，据说很多人，非常多的人。那么今天是展览的第2天。在美术馆入口这个大大的海报就是米勒的《十岁者》。经过安检，我们就进了这个浦东美术馆了。浦东美术馆这次应该是我第2次还是第3次来了。顺便跟大家说一下，这个奥赛的这个展览是到10月12号。
这边是取票。最近在浦东美术馆，同时还有这个中国的著名油画家陈逸飞有一个他的回顾展。就像我们进去后，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上海的田子坊，也非常的有名。其实也是因为之前陈逸飞有入驻在那边，然后把一些文人墨客呀、一些艺术家都带过去了，所以那边后来也就出名了。那这边就是它各个楼层的一个介绍。那么4层呢，就是陈逸飞的回顾展；3层就是来自巴黎奥赛博物馆的艺术瑰宝，还有2楼也是。1楼是有一个商店，然后还有一个埃尔阿纳祖的《红月之后》。从这边就可以排队进去。目前看今天人还不是很多，因为周五刚刚下班。这边有很多团队的这种参观。取好门票了，这个就是奥赛博物馆的门票，80块钱。一进来之后呢，这个就是埃尔阿纳祖的《红月之后》。哇，这是一个墙吗？这么看还蛮震撼的。这个是他的第3章墙，试图隐藏事物，它唤起人们的好奇心，而好奇心可能会将想象力带入另一个世界。我们现在可以继续往前走。这个2楼、3楼就是奥赛博物馆的艺术瑰宝卧室，十岁者。上了2楼之后，就仿佛置身于巴黎的奥赛博物馆。哇，这边在排队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进来了。首先进来之后就会看到2幅，这个应该是学院派的这个画作。右手边这个应该是维纳斯的诞生，但是左边这个小白就不太知道了。我们一会儿去看一看它的介绍吧。这个是1846年的玩斗鸡的希腊年轻人。这个就是维纳斯的诞生。那么经过了第1个展区之后呢，我们这边就到了这个印象派了。整体的氛围还是很安静的，所以小白只能这种轻声低语。因为我也不是什么艺术类的，所以可能有些说的不太对，就带大家随便的逛一逛吧。上一次看这种真迹还是在法国看那个蒙娜丽莎。我们这样可以大体的看一看这个整个的展览的这种布置。中间是一个雕塑。这个是1860年的木板油画，叫做《绘画爱好者》。
这边的区域就主要是肖像。哇，这幅画作从现场看非常的高大，而且他穿的这个服饰的这种质感看着特别的好，很逼真，很逼真的。这幅作品是莱昂伯纳的《帕斯卡夫人》，这个画中人呢是一个金融家的遗孀，而且也是一个非常盛名的女演员。她和这个穆泊桑还有小仲马都是交情非常的深厚。我们近距离的看一下。这个就是维克多·雨果的雕像。那么这幅画作呢，就是叫做《迪宝一家》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在后面这个黑白照片，他家的这个墙上挂的就是这一幅。在这幅画前面有超级多的人，大家可以看到这幅画是在户外，有山有水，然后这幅画的体现的一个意义就是以前呢，大家都是在工作室画画，所以这个就没有阳光，没有风雨。然后后来因为这个葛弗兰德发明了可以拧上盖子的这个金属颜料，便于携带，所以后来这个画家就走出了画室，可以在大自然中进行创作。这边就是从现实主义到自然主义，我估计10岁者应该就在这里了吧。哇，这边应该就是好多人啊，不过真的是蛮安静的。我们这样大概的给大家拍一下，过一下吧。不是利勒亚当森林中的大道。这幅作品叫做《枫丹白露森林》，又看到里面有这种牛，然后远处的这个云朵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米勒非常著名的《10岁者》。哇，好多人！这个米勒的《10岁者》好像是以前出现在小学的这个课本上。这幅作品是1884年的一次碰头，是小伙伴们聚在一起讨论玩什么，应该是。这个是摔跤手。这幅甘草作品和《10岁者》就是可以说是姐妹花，因为这个它是干完活这种休息，
可以看到这个女士这种放空、空洞的眼神，然后旁边男的就已经累得躺下了。多有那种绘画感，就是很有书写感，很有写的感觉。经过这个通道，我们再往前看看。这个是描绘的是舞蹈教室。这里是介绍印象派之父马奈。这个雕塑的作品是德加的。这个就是马奈的一幅画作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画中有很多这种日本的这种艺术色彩，包括它这个屏风，还有墙上这个画，它非常推崇这种日本的艺术风格和文化。这边几幅画作都是马奈的，这个就是女人和扇子。从这幅作品当中呢，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的这种日本的色彩，包括这个武士和服，可以看到那个扇子上面。这幅呢就是德加的在咖啡馆，这个前面都是一些小幅的画作了。这个是马奈的上啤酒的女招待。这个是海滩上。可以看到中间有很多的这种小的雕塑，然后这个转过来就是有几幅大的这种作品。这个就是莫奈的。那么这里面呢还有很多的作品。出来之后呢，就可以从这边上3楼继续参观。来到3楼之后呢，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非常网红的一个拍照的地方，就是这个地方，可以拍到后面的东方明珠。但是刚刚那个网红点已经做上广告了，好像。顺便拿一个奥赛的这个导览。那么这里面呢，就是超越印象派。就是高更和梵高了。
据说美术馆是为了这幅作品特意掏了一个洞，因为这边可以看到它这面，到另外一侧就可以看到它的反面。那我们这样转过来之后，就可以看到它这边的背面了。这边的人非常的多，大家都在欣赏梵高的作品。前面这个就是梵高的自画像，人太多了，都进不去。在这太帅了。真的太帅了！但是你为什么不让我们帮你拍？我也不知道，你说的好对啊。看到了吧？超级多的人。我估计要在这里边每幅作品都好好欣赏的话，至少要半天的时间。这个区域就是新印象派。这幅作品是画的巴黎圣母院。这边应该就是最后的一个展区了。前面就是我最开始跟大家说的这个静厅，就是可以看到外滩，然后从外滩看过来之后，就是我们行走在这个屏幕的前面，对面就是外滩。我们看这个大的屏幕，这个4楼就是陈逸飞的回顾展，它是到10月12号。陈逸飞非常有名的一部作品就叫做《夜宴》。这边就是屋顶，它这里面还有一个餐厅，但是今天已经预订满了。所以来浦东美术馆的屋顶来看一看，哇，人不多，比下边看展的人少多了。今天蛮通透的。这个左边就是东方明珠的观景台。往前走就是观看外滩的一个平台。今天又打开了不一样的视角，带大家。哇！那边就是它的一个餐厅。
我在这个浦东美术馆受这个艺术的熏陶，然后吃一顿晚餐，欣赏一下夜景。这个位置真的是不错，值得推荐。就是不知道他们家单价怎么样，还是西式为主。这里面有很多老外。哇，第一次离这个球这么近。这个球就是国际会议中心，我闻到了很香的牛排的味道。哇，这个灯光好炫啊！这个浦东美术馆的这个屋面，哇！这个角度看东方明珠太震撼了，哇！如果有那种长焦拍出来，非常非常的壮观宏伟。这种镜头一定要用长焦来拍。这里就是浦东美术馆的这个卖相关周边产品的地方。这里面是一个 Manner 咖啡，还有很多人在喝。这个是兰蔻的一个展台，也看到大家都在选购商品，我们也去看一看。这边是明信片，价格还可以，15块钱。这个冰箱贴是45块钱。我发现这边的这个冰箱贴，奥赛的限定文创，价格还是挺实惠的，一般的都是30-40左右。然后这个可能稍微贵一点，这个是59。但是它自带了一个小的一个这种布艺的玩偶。好了，从浦东美术馆出来了，就可以看到亮灯的东方明珠。那小白也不是很懂艺术啊，就是今天带大家随便看一看、逛一逛这个非常难得的奥赛的这个展，而且中国是仅此一站，它应该是到10月份。那么如果大家来上海旅游，可以不妨在这边提前预约买个票，应该是在100块钱吧，然后来看一看，至少不用去飞巴黎了。好了，今天我们这个非常艺术的这个之旅就到此为止。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喽，拜拜。